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，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。但我要改变国运，让八方来和，万国来朝，为大明再续命300年。8月的京城，天气依旧炎热，但皇宫内的气氛却是冰冷如霜。奏书上的字迹还未干透，崇祯皇帝的怒火却已如烈火燎原，无法压制。在紫禁城的深处，崇祯皇帝的龙案上，奏书被他一掌拍得4分5裂，愤怒的声音在寂静的殿堂内回荡。这些狗官结党营私，争权夺利，民生死活与他们何在？陕西巡抚、3边总督，那个，你们究竟在做些什么？怒吼声中带着对大臣们的极度不满和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。他知道，民变的根源在于百姓的饥饿，而饥饿的背后是那些集中在宗室皇族士绅手中的肥沃田地。崇祯翻阅户部记载，北方夏麦秋粟亩产不过2石，南方稻麦2熟田亩产3石，人均不足2亩田地。这样的产出怎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？崇祯的目光变得深邃，想到了土豆和红薯，这2种高产作物或许能解决眼前的困境。崇祯努力回忆着，土豆是谁推广的？但记忆中的资料似乎模糊了。最终，崇祯决定让宋应星来做这件事。宋应星，那位编写《天工开物》的学者，以及陈振龙，中国引种红薯的第1人。崇祯命令王承恩让李若莲去江西凤新县和福州府长乐县寻找这2人，他们的到来或许能改变大明的国运。王承恩、方正化、李若莲3人对此事的重要性感到震惊，他们从未见过皇帝如此郑重其事。李若莲虽然想亲自出马，但崇祯拒绝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处理陕西的民变，而且秦良玉即将入京，到时候他们将有更大的事情要做。第2天，崇祯被王承恩叫醒，方稳带来了陕西的详细情报。陕西的民变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，白水县的民变首领王二聚集了近6000人，这些人中有叛族、响马、异族、豪族，他们的力量不容小觑。这场民变若是处理不当，大明王朝可能就此覆灭。崇祯决定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。朝会上，崇祯皇帝的怒火如同烈日炙烤着紫禁城的每一砖每一瓦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王承恩的声音刚落，一位身着朝服的御史毛羽剑快步走出，他的眼神坚定，声音响亮：“陛下，臣有事起奏。”崇祯的目光一转，落在了毛羽剑身上。准奏。毛羽剑的提议让崇祯的怒火再次被点燃，他提出裁撤驿站，以节省开支，转用于辽东军饷。崇祯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讽刺，知道这个提议背后的私心。毛羽剑因私怨提出裁撤驿站，这种行为让崇祯感到愤慨。你还知道你是右迁都御史，你可知道自己的职责？崇祯的声音如同寒风刮过，让整个大殿的气氛更加凝重。毛羽剑的回答并未让崇祯满意，崇祯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，将毛羽剑的私事公之于众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丑事。最终，崇祯下令将毛羽剑拖出去砍了，刘茂也受到了惩罚。朝堂上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，崇祯的怒火似乎还未平息，开始追责起其他的大臣。一个个大臣被降职或被罚俸，朝堂上的气氛愈发凝重。崇祯的目光如同利剑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怒火似乎能够穿透人心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压力。诸位大人，还有没有上奏的？崇祯的声音冷冽，如同冬日的寒风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刚刚毛羽剑的事情还历历在目，众大臣连忙回应道：“臣等无本再奏。”崇祯的眼神稍微缓和了一些，但语气依旧严厉：“你们既然无本，那朕这里倒是有一件事情，请诸位爱卿听一听。”崇祯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，每个字都像是重锤敲击在大臣们的心上。他质问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关于北京外城的难民问题。曹思成的回答让崇祯更加愤怒，他揭露了陕西的真实情况，让所有大臣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崇祯的怒火如同烈焰，开始追责起内阁辅臣张凤来和其他大臣。崇祯命令王承恩念出陕西巡按御史吴焕的奏折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了陕西的真实情况。随后，崇祯将矛头指向了黄立吉，质问黄立吉为何没有跟进处理陕西的民变问题。黄立吉的解释未能平息崇祯的怒火，最终被打入督察院监，等待进一步的审查。崇祯的目光再次转向吏部尚书周英秋，要求周英秋彻查陕西官员，对于瞒报、漏报者一律杀无赦。崇祯的决心坚定，任何阻碍大明稳定的因素都将被铲除。朝堂上的气氛异常沉重，大臣们一个个低头不语，没有人敢于为陕西巡抚胡延彦求情。周英秋的话语坚决，明确表示地方官员的罪责。崇祯的目光如同猛兽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声音冷冽：“诸位爱卿都说说，这是怎么处理？”他的问题像是一道无形的压力，让所有人都感到窒息。众大臣大部分沉默不语，仿佛事情与他们无关。崇祯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机，这些大臣中有的在思索，
有的麻木不仁，有的幸灾乐祸。等百杆兵进京之时，他要将这朝堂上的大部分朝臣杀一批，关一批，换一批。陛下，户部尚书郭允厚终于站出来，提出了一个3步走的计划，包括劝降民变的难民，派出钦差大臣负责赈灾工作，以及从江南等地调粮，解决陕西的粮食短缺问题。他的提议是出于对民众生命的关怀，希望能够以最温和的方式平息民变，恢复秩序。然而，郭允厚的提议刚一落地，就遭到了成国公朱纯臣的强烈反对。朱纯臣的提议简单而残酷，杀。他主张将参与民变的难民全部杀光，甚至连他们的亲属都不放过，以此来震慑其他百姓，防止更多的民变发生。这种极端的提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朱纯臣的眼神中透露出冷酷无情，仿佛对百姓的生死毫不在意。杨武侯薛廉也站出来支持朱纯臣的提议，用冷硬的逻辑分析了陕西的粮食短缺问题，认为即使朝廷全力救援，也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。他们的提议无疑是将无数无辜的百姓推向了死亡的深渊。户部尚书郭允厚气得脸色涨红，他的手指颤抖着指向朱纯臣，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：“你们枉为人子！”他跪倒在地，悲切地呼喊着，希望崇祯能够听到他的声音，不要采纳成国公的残忍提议。崇祯看着跪在地上的郭允厚，心中也充满矛盾。作为一国之君，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子民遭受如此的苦难。他让郭允厚起身，并询问其他大臣是否有其他的提议。侍奉来，内阁辅臣被点名后显得有些凄苦。崇祯正要开口，突然李若莲急匆匆地闯入了皇极殿，打断了所有人的话语。他带来的消息显然非常紧急，崇祯的目光立刻转向了他，等待着汇报。